口语和听力练习。第一课，拜访你的家。嗨，安娜，你好吗？我正在考虑这个周末去你家，那对你没事吗？嘿，约翰，我做得很好，谢谢你的提问。当然，随时欢迎您过来。太好了，谢谢。我希望在那里的时候能探索一下你的城市。你对要做的事情有什么建议吗？当然，附近有一个很棒的公园，有美丽的小径和一个湖泊。市中心也有一些很棒的餐馆和咖啡馆。听起来很完美。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带一些棋盘游戏或一副纸牌。那会很有趣。我也有一些游戏，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游戏之夜。太棒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很想给我们做一晚的晚餐。那就太好了。你想做什么？也许是一些带有自制酱汁的意大利面，我也可以带一些葡萄酒来搭配它。听起来很好吃。你知道，我是素食主义者，但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想出一道美味的菜肴。完全没有问题。我喜欢尝试新食谱。除了肉，还有什么不吃的吗？不是真的，但我确实有点爱吃甜食，所以也许我们也可以一起做甜点。当然，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如果你愿意，我们也可以去骑自行车或远足。那太好了！如果您准备进行一次冒险，我有一些很棒的小径。第二课，翻新我的厨房。嘿，安娜，我一直在考虑翻新我的厨房。你对这种事情有什么经验吗？嗨，约翰，实际上，去年我帮姐姐装修了她的厨房。你想做什么？我正在考虑更换橱柜和台面，也许可以添加一些新电器。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大项目，但绝对可行。你考虑过你的预算吗？是的，我为此攒了一些钱，但我不确定要花多少钱。你有什么大概的数字吗？这真的取决于你使用的材料以及厨房的大小。但我想说的是，你正在寻找从1万美元到3万美元不等的任何地方。哇，这比我预期的要多。但我想，如果它能为我的家增加价值，这是值得的。当然，投资优质材料和电器是个好主意，这样它们就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您对承包商或设计师有什么建议吗？是的，这个地区有几个不错的，但是在雇佣任何人之前，请务必获得一些报价，并检查参考资料。谢谢你的建议。我也在考虑在厨房中间增加一个小岛。你觉得怎么样？这也许是个好主意。
它将增加一些额外的柜台空间，并作为房间的焦点。在规划岛屿时，请务必考虑厨房的布局和流程。很好。那么照明呢？你对如何照亮空间有什么建议吗？当然，您需要确保混合使用工作照明，如柜下灯和环境照明，如岛上方的吊灯，并确保选择具有温暖、诱人的色温的灯泡。第3课，每天看报纸。嘿，安娜，你还每天看报纸吗？嗨，约翰，事实上，我愿意。我喜欢用一杯咖啡和早报开始新的一天。你怎么样？我以前是这样，但最近我的大部分新闻都在网上。你认为我错过了什么吗？我觉得手里拿着实体报纸是有道理的。这可能是发现您可能在网上看不到的文章和故事的好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我也喜欢支持本地新闻业的想法。没错，阅读报纸的仪式让我感到安慰和接地气。我绝对能看到这一点。您是否有最喜欢的部分或专栏？您总是确保阅读。我喜欢阅读观点页面和社论漫画，以及本地新闻和专题部分。你怎么样？我总是确保查看体育部分，我也喜欢阅读商业和技术新闻。这些都是很棒的部分。我认为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当然，你对报纸或新闻来源有什么建议？我应该看看吗？我认为从各种来源阅读，以获得平衡的观点很重要。但我最喜欢的一些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卫报》。这些都是很好的来源。您有什么提示可以随时了解新闻并参与其中吗？我认为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例行程序很重要，无论是早上喝咖啡、看报纸，还是晚上留出时间赶上当天的活动。在社交媒体上关注记者和新闻机构，以了解突发新闻也很有帮助。第4课，今天早上忘了喝咖啡。嗨，安娜，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嘿，约翰，我做得很好，你怎么样？实际上我感觉有点不对劲。今天早上我忘了喝咖啡，感觉很迟钝。哦，不，这是最糟糕的感觉。你现在想喝杯咖啡吗？那太好了。实际上，您附近有最喜欢的咖啡店吗？是的，有几个街区外有一个很棒的地方，他们有非常好的拿铁咖啡。完美，这听起来正是我所需要的。你有什么记得早上喝咖啡的提示吗？嗯，
我总是在醒来之前把咖啡机设置为开始冲泡，所以咖啡的味道让我起床。我还在床头柜上放了一袋咖啡豆，作为视觉提醒。这些都是好主意，我可能不得不尝试一下。你认为早上靠咖啡醒来不好吗？我认为适度是可以的，咖啡可能是开始新的一天的好方法，但重要的是要倾听你的身体，不要过分依赖它。这是有道理的。说到咖啡，你有没有尝试过任何不寻常的咖啡饮料或口味？其实，我最近尝试了薰衣草拿铁，真的很好。我以前也喝过姜黄拿铁，这很有趣。哇，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些，它们听起来真的很独特。你有喜欢去的最喜欢的咖啡店或咖啡馆吗？附近有一家很棒的面包店，有很棒的咖啡和糕点。我也喜欢去市中心这家舒适的小咖啡馆，那里有非常好的倒咖啡。第五课，在非常紧迫的时间表上处理项目。嘿，安娜，我刚刚发现我们必须在一个非常紧迫的时间表上工作。你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嘿，约翰，我总是愿意接受挑战。我们正在处理的时间表是什么？我们必须在短短2周内完成这个项目，这将是艰难的，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哇，这是一个紧迫的截止日期，但我同意，如果我们共同努力并保持井井有条，我们绝对可以做到这一点。没错，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划分任务，并分别处理它们，以使事情更有效率。这是个好主意。我们还应该确保定期沟通，并相互检查我们的进展。是的，当然。你有什么技巧可以在压力下工作时保持专注和高效吗？我认为确定任务的优先级，并制定时间表或待办事项清单，以保持正轨很重要。还要休息一下，给自己时间充电，这样你就不会筋疲力尽。这些都是很好的提示。你认为在小组中还是单独从事这样的项目更好？我认为这取决于项目和所涉及的个人，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在团队中工作会更有效率和效果。我同意。你以前有过处理像这样期限紧迫的项目的经验吗？是的，我有。我过去曾参与过几个截止日期紧迫的项目，这可能会带来压力，但这也是挑战自己并成长为专业人士的绝佳机会。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对于我们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你有什么建议吗？我认为重要的是先专注于最重要的任务，然后再处理较小的细节。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并且对反馈持开放态度，并愿意在此过程中进行调整。第六课，具有挑战性的考试。嘿，安娜，怎么样？您是如何找到考试的？
嘿，约翰，老实说，这非常具有挑战性，我没想到会这么难。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发现有些问题也非常困难。你是怎么准备的？我学习了几个星期，但我仍然没有完全准备好。你呢？这里也一样，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但仍然有一些我不确定的问题。您是否发现考试的任何特定部分比其他部分更难？我在作文题上挣扎，它有点模糊，我不太确定考官在寻找什么。你呢？是的，作文题对我来说也很难。我认为这是因为它需要大量的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而我天生并不擅长。是的，但是，嘿，至少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对吧？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当然，谁知道呢？也许考官会宽容一点，给我们加几分。祈祷。哈哈，但愿如此。但即使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总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下次做得更好。当然，如果我们不通过，这不是世界末日，我们总是可以再试一次，不断改进，直到成功。没错，这一切都与毅力和韧性有关。谁知道呢？也许我们甚至会给自己一个惊喜，做得比我们想象的要好。这就是精神，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会发生什么。与此同时，让我们庆祝我们全力以赴的事实。同意，让我们去喝一杯，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考试上移开一会儿。第7课，我们下班后喝一杯怎么样？嘿，安娜，你今天工作的怎么样？说实话，压力很大，我很高兴它结束了。是的，我听到了，我整天都被会议淹没了。但我有一个放松的想法，我们下班后喝一杯怎么样？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你想去哪里？街上有一家新酒吧开张了，我听说他们有一些非常好的鸡尾酒。听起来很完美。你想什么时候去？我在想下午6点左右，这样我们就可以赶上欢乐时光特价。对我来说，听起来不错。我会完成我的工作，在那里见到你。太好了，再见。哦，顺便说一下，请随时邀请办公室中可能想加入我们的任何其他人。好主意，我看看其他人是否感兴趣。太棒了，我认为这将是在漫长的一天工作后放松和社交的好方法。当然，我已经很期待了。有一些好的公司和一杯饮料来放松，总是很高兴的。同意。此外，这是在办公室外更好的了解同事的好方法。当然，我认为保持良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很重要，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去找点乐子吧。第8课，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重要性。嘿，安娜，我注意到你最近工作时间很长，你撑得怎么样？说实话，这很艰难。我觉得我没有太多时间做工作之外的事情。我知道你的意思，人们很容易沉迷于工作，忘记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重要性。是的，这就像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但我一直在努力，有意识的努力，优先考虑我的个人生活。很高兴听到，我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我发现，在工作之外休息和做我喜欢的事情，真的有助于我充电。当然，这不仅仅是休息，也是关于设定界限，并确保工作不会占据你的整个生活。没错，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保持健康的平衡很重要，这样你才能在这2个方面都快乐、健康和富有成效。当然，我认为雇主认识到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重要性，并创造一种支持他的工作文化也很重要。我完全同意，重视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公司更有可能拥有快乐和积极进取的员工，这反过来又会带来更好的生产力和成功。千真万确。作为个人，我们有责任优先考虑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并在必要时将我们的需求传达给我们的雇主。是的，沟通是关键。如果我们不大声疾呼，让我们的雇主知道我们需要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他们可能不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没错，这不仅仅是为了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也是关于拥有一份充实而有意义的工作，这样工作就不会像我们必须逃避的负担。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适合我们的平衡，并确保我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心理和情感健康。我完全同意，生命太短暂，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忽视我们的个人生活。让我们确保我们优先考虑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并充分享受生活。第9课，我可以借你的手机1分钟吗？嘿，安娜，我可以借你的手机1分钟吗？我的手机刚刚没电了，我需要打一个重要的电话。当然，没问题，但我必须警告你，我的电池电量也很低。哦，不，真的吗？如果我们的手机都死了，我们该怎么办？我想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或其他东西。如今，我们对手机的依赖程度太疯狂了。我知道，对吧？就像没有它们，我们就无法运作。但是，从不断的通知和干扰中解脱出来，也是一种解放。是的，我同意。有时，只是活在当下是件好事，而不必经常检查我们的手机。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要始终携带便携式充电器或备用电池，以防万一。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我总是忘记随身携带便携式充电器，但我真的应该开始养成习惯。这里也一样，这只是我们真正需要它之前不会考虑的事情之一。但我想，这也是一个面对面交谈，并与我们周围的人互动的好机会，而不是一直盯着我们的屏幕。当然，人们很容易忘记社交互动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重要，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和收获多少。这不仅仅是关于社交互动，也是关于有机会在当下并留心。当我们经常被手机分心时，我们可能会错过周围环境的美丽和丰富。你说的对，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中，无论是与朋友交谈，还是欣赏美丽的景色，都要在场并留心是很重要的。谁知道呢？也许我们的手机没电了，这表明我们需要从技术中休息一下，重新与周围的世界建立联系。第10课，您的 WiFi 是否正常工作？嘿，安娜，你的 WiFi 工作吗？我在连接到互联网时遇到问题。不，我的也不行，看起来无线网络已断开连接。这很烦人。我正在一个重要的项目中，现在我无法访问我的任何文件。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本来打算今晚赶上一些工作，但现在看来我得找点别的事情做。是的，当我们如此依赖技术，而它让我们失望时，这很令人沮丧。但也许这是一个迹象，表明我们需要休息一下，离线做一些事情来改变。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有时我们太沉迷于屏幕，以至于忘记了我们可以做的其他事情。没错，也许我们可以去外面散步或看书，而不是盯着电脑看。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重要的是要休息一下，让我们的眼睛和大脑从恒定的屏幕时间中休息一下。谁知道呢？也许当我们不盯着屏幕时，我们会想出一些新的想法或解决方案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是的，令人惊讶的是，当我们不被技术分心时，我们可以变得更有创造力和生产力。是的，我认为在技术和线下活动之间找到平衡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在生活中更加当下和专注。我完全同意，这不仅仅是为了平衡我们的个人生活，也是为了平衡我们的工作生活。有时很容易迷失在数字世界中，忘记面对面沟通和协作的重要性。当然，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技术并非万无一失，我们需要有备份计划和替代的做事方式，以防万一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有一个 B 计划总是好的。与此同时，让我们借此机会与技术断开连接，享受生活中的简单事物。第11课，与客户面对面的会面。嘿，安娜，我刚刚收到一位客户的电子邮件，要求进行面对面的会议，你觉得怎么样？
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有时最好亲自与客户会面，而不仅仅是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进行交流。是的，我同意。面对面会面时，建立融洽的关系并建立信任更容易。没错，它还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并提供更个性化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此外，有机会亲自展示我们的产品或服务，并回答他们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总是好的。当然，这不仅仅是关于业务，还涉及建立关系，并表明我们关心他们的成功。这是真的。面对面的会议也是收集反馈和改进想法的绝佳机会。当然，这不仅是为了我们客户的利益，也是为了我们。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经验和见解中学到很多东西。是的，这是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并不断改进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好方法。我们不要忘记个人风格。面对面的会议表明我们愿意加倍努力，我们重视他们的业务。没错，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信任和建立持久的关系。面对面的会议是一个很好的方式。Anna，这不仅仅是为了给客户留下深刻印象，也是为了确保我们满足他们的需求，并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是的，面对面的会议使我们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响应他们的需求，而不仅仅是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当然，这也是与业内其他专业人士建立联系的好机会。第12课，与孩子一起度过暑假的计划。嘿，安娜，你和你的孩子一起度过暑假有什么计划吗？还没有，我一直在尝试提出一些想法。你呢？我正想带他们露营几天，这是与技术脱节并享受大自然的好方法。这是个好主意。我想带我的孩子去海滩，他们喜欢在沙滩上玩耍，在海里游泳。是的，海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是保持活跃和享受阳光的好方法。海滩上通常有很多有趣的活动，比如沙滩排球和建造沙堡。是的，夏季也有很多很棒的当地活动和节日，我们可以带孩子去。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在户外活动和文化体验之间找到平衡很重要，这样我们的孩子才能以不同的方式学习和成长。当然，找到适合他们年龄和有趣的活动也很重要，这样他们才能保持参与和积极性。我们不要忘记家庭时间的重要性。暑假是与孩子共度美好时光，并创造持久回忆的绝佳机会。是的，这也是教他们重要生活技能的好时机，比如团队合作、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这也是鼓励他们尝试新事物、
并走出舒适区的好时机。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无论是尝试一项新运动，还是参观一个新地方，暑假都是探索和发现新事物的好时机。这不仅仅是关于我们做什么，还关于我们如何做。让我们确保我们以积极和冒险的心态对待暑假，以便我们的孩子可以从我们的榜样中学习。第13课，如果发生火灾，你会怎么做？嘿，安娜，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发生火灾，你会怎么做？其实我有，我认为做好准备，并知道在紧急情况下该怎么做很重要。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安全总比后悔好。您是否采取了任何安全预防措施？是的，我的厨房里有一个灭火器，整个房子里都有烟雾探测器。你呢？这里也一样。我还确保定期检查烟雾探测器中的电池。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确保我们的安全设备正常工作非常重要。当然，如果发生火灾，重要的是要制定逃生计划，并确保房子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是的，和家人一起练习逃跑计划很重要，这样每个人都知道在紧急情况下该怎么做。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同样重要的是，在发生火灾时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当然，恐慌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并导致决策不利。重要的是要知道何时撤离，何时留在原地，这取决于情况。是的，在屋外有一个指定的会面地点也很重要，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解释。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如果发生火灾，请务必致电紧急服务部门，并尽快报告情况。是的，这很关键。同样重要的是，在火灾期间避免使用电梯，而是使用楼梯进行疏散。第14课，草莓对你的健康真的很好。嘿，安娜，你知道草莓对你的健康真的很好吗？真的吗？我喜欢草莓，但我不知道它们对健康有益。是的，它们富含维生素 C、纤维和抗氧化剂，可以帮助增强免疫系统，并减少体内炎症。这真的很有趣，我不知道，而且它们的卡路里含量也很低，对吧？是的，没错。如果您想注意体重，它们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还听说它们可以帮助改善皮肤健康并防止皱纹。是的，那是因为它们富含维生素 C，有助于促进皮肤胶原蛋白的产生。这令人印象深刻。它们对心脏健康的影响如何？草莓还富含类黄酮，可以通过改善血液流动和减少炎症来帮助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哇，我不知道草莓对健康有这么多好处。
而且它们也非常好吃。是的，它们是，而且它们也是多功能的。您可以新鲜食用、冰沙甚至沙拉。而且它们在夏天是季节，这使得它们吃起来更愉快。是的，现在是尝试不同食谱并创造性的使用它们的好时机。我们不要忘记通过从农贸市场购买新鲜草莓来支持当地农民的好处。第15课，这个海滩派对太棒了。嘿，安娜，这个海滩派对太棒了！你想做什么？我知道，这太有趣了，我什么都愿意。你有什么建议？我们从沙滩排球开始怎么样？这始终是经典之作，也是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好方法。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组建团队，并举办小型锦标赛。是的，那真的很有趣。之后，我们可以去海里游泳、消暑。当然，我们还可以租一些桨板或皮划艇，探索海岸。这是个好主意。对于那些不想做任何体育活动的人，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沙滩帐篷和一个休闲区。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我们还可以带一些棋盘游戏或纸牌游戏，在阴凉处放松时玩。这是个好主意。我们还可以烧烤，为每个人烹饪一些美味的食物。是的，别忘了食物。我们还可以喝一些清凉的饮料，如柠檬水或水果冰沙。对于那些喜欢冒险的人，我们可以租一些冲浪板，赶上一些海浪。这是个好主意。我们也可以在晚上有篝火，享受一些 s'mores 和讲故事。是的，篝火总是结束海滩派对的好方法。我们还可以带一些乐器，进行即兴演奏。这听起来很有趣。我们还可以看日落，拍一些漂亮的照片。第16课，少用一次性餐具。嘿，安娜，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用一次性使用的餐具和餐具产生了多少废物？是的，这是一个大问题。那些塑料盘子、勺子和叉子不仅浪费，而且对环境有害。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尝试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而是选择可重复使用的餐具。这是个好主意。这不仅与环境有关，还与长期节省资金有关。是的，这是真的。而且拥有一套可重复使用的餐具和器皿也更方便，您可以一遍又一遍地使用。当然，这也是减少碳足迹，并为更可持续的未来做出贡献的好方法。这不仅仅是在家里使用可重复使用的餐具，当我们外出吃饭或外卖时，我们还可以带上自己的可重复使用的餐具和容器。
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许多餐馆和咖啡馆现在为携带自己的可重复使用容器提供折扣或奖励。是的，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回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好首先减少我们的浪费。当然，通过减少一次性使用的餐具和器皿，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当我们确实需要使用一次性餐具或器皿时，我们应该尝试选择可堆肥或可生物降解的餐具或器皿。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我们还应该尝试购买由竹子或再生塑料等可持续材料制成的产品。这不仅仅是减少使用一次性使用的餐具和餐具，我们还可以通过高效清洗餐具，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洗碗机来节约用水。是的，我们还可以堆肥我们的食物残渣，以减少浪费，并为我们的花园创造营养丰富的土壤。第17课，对慈善组织做出承诺。嘿，安娜，你有没有想过对慈善组织做出承诺？是的，我有。我认为回馈社区并支持对我们很重要的事业很重要。这是一个很好的心态。您是否找到任何您有兴趣支持的组织？是的，我一直在研究支持儿童教育和扫盲的地方组织。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我一直在研究为有需要的社区提供清洁水和卫生设施的组织。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认为我们能够支持不同的事业，并团结起来有所作为，这真是太好了。当然，这不仅仅是捐款，我们还可以自愿贡献我们的时间和技能来帮助这些组织。通过对慈善组织做出承诺，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创造一种目标感和成就感。当然，这是与志同道合的人联系，并结交新朋友的好方法。选择一个符合我们价值观和信念的组织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对我们正在产生的影响感到满意。是的，这很关键。我们还应该进行研究，并确保该组织在如何使用我们捐赠的资金和资源方面信誉良好且透明。当然，透明度和问责制是选择慈善组织支持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我们还应该考虑我们愿意做出的长期承诺。选择一个我们可以长期支持的组织很重要，而不仅仅是一次性捐赠。第18课，我很难让这个孩子听我说话。嘿，安娜，怎么了？你看起来很沮丧。只是我很难让这个孩子听我的话。我觉得我已经尝试了一切，但似乎没有任何效果。
这听起来很令人沮丧。到目前为止，您尝试了什么？我试过坚定，使用积极的强化，甚至为不听而设定明确的后果。听起来你已经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方法。你有没有试过和孩子说话，问他们为什么不听？不，我没想过。你认为这行得通吗？值得一试。也许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情，使他们难以集中注意力和倾听。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也许通过与他们交谈，我也可以表明我关心他们和他们的福祉。没错，重要的是要记住，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对一个孩子有用的东西，可能对另一个孩子不起作用。是的，我不想放弃这个孩子，我想找到一个对我们双方都有效的解决方案。有时候，听取其他与孩子一起工作的成年人的意见是有帮助的，比如老师或辅导员。是的，这是个好主意。也许他们可以提供一些我没有想到的见解或策略。我们不要忘记积极强化的力量。当孩子倾听时，一定要表扬和奖励他们的良好行为。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也许通过专注于积极的行为，孩子会更有动力倾听和遵循指示。第19课，自行车之旅。嘿，安娜，你以前骑自行车旅行过吗？是的，我有。我喜欢骑自行车探索新的地方。那太好了。您最喜欢骑自行车去哪里？我真的很喜欢在法国的乡村骑自行车，风景令人叹为观止。这听起来很神奇。骑自行车旅行有很多好处，比如锻炼身体和置身于大自然中。是的，这是真的。这也是与当地文化联系和结识新朋友的好方法。而且你不需要成为一个专业的自行车手来骑自行车旅行，有适合所有技能水平的选项。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如果您没有自己的设备，也可以租一辆自行车或参加导游。我们不要忘记骑自行车时安全的重要性，戴头盔并遵守交通规则很重要。是的，安全应该永远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带上大量的水和零食来保持水分和精力充沛也很重要。我们也应该注意环境，避免乱扔垃圾或破坏自然区域。是的，我们还可以通过选择骑自行车而不是开车来减少碳足迹。这不仅仅是为了休闲而骑自行车旅行，我们还可以将自行车作为日常差事或通勤的交通工具。是的，这是将骑自行车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并减少我们对汽车依赖的好方法。第20课，你去过巴黎吗？嘿，安娜，你去过巴黎吗？
不，我没有，但它绝对在我的遗愿清单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城市，食物、建筑和艺术都令人难以置信。听起来很美妙。巴黎有哪些必看景点？埃菲尔铁塔绝对是必看的，卢浮宫博物馆拥有一些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作品。哇，这听起来像是一次难忘的经历。那么食物呢？我听说法国菜很棒。是的，巴黎的食物很棒，从羊角面包和法式长棍面包到蜗牛和 Coq au vin，有很多美味的选择。听起来很棒。那么夜生活呢？晚上有很多事情要做吗？当然，巴黎拥有充满活力的夜生活，有许多酒吧、俱乐部和音乐场所可供选择。那太好了。那么交通呢？游览城市容易吗？是的，巴黎的公共交通系统非常高效且易于使用。您还可以租用自行车或散步探索这座城市。很高兴知道。那么语言障碍呢？你需要懂法语才能四处走动吗？了解一些基本的法语短语总是有帮助的，但巴黎的许多人会说英语，很乐意帮助游客。很高兴听到。谢谢约翰。第21课，购买冬装。嘿，安娜，你开始考虑购买冬装了吗？是的，我有。我需要更新我的衣柜，以应对寒冷的天气。这是个好主意。您想购买哪些商品？我需要一件新的冬衣，一些保暖的毛衣和一些靴子。这些都是冬天的必备品。你有没有想过你想去哪里购物啊？还没有，你有什么建议吗？有很多选择，从百货公司到在线零售商，查看当地精品店的独特发现总是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那么保持在预算范围内呢？你对此有什么提示吗？是的，设定预算并坚持下去很重要。您还可以寻找销售和折扣以省钱。这是个好主意。那么可持续性呢？您认为购买衣服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吗？当然，快时尚对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选择由可持续材料制成的衣服，并支持优先考虑可持续性的品牌非常重要。我同意。您是否会推荐任何特定的材料或品牌？我建议寻找由有机棉、回收材料或竹子等可持续面料制成的衣服。有许多品牌优先考虑可持续性，如巴塔哥尼亚和 Everlane。很高兴知道。谢谢约翰。
第22课，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嘿，安娜，你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遇到过麻烦吗？是的，我有，这可能会有点混乱和压力，特别是如果您不熟悉这些程序。是的，但是您可以做一些事情来使过程更顺畅。您是否尝试过在抵达机场前在线办理登机手续？是的，我有，它绝对可以节省时间，并且可以减轻过程的压力。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当您到达机场时，请确保您拥有所有必要的文件，例如护照和登机牌，以便轻松访问。是的，那么行李呢？你对此有什么提示吗？是的，请务必在抵达机场之前检查行李的重量和尺寸限制。如果您要携带随身行李，请确保它符合航空公司的指导方针。这是个好主意。那么安全性呢？你认为早点到达很重要吗？当然，建议您至少在航班起飞前2小时到达机场，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安全检查和任何意外延误。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那么液体和电子产品呢？你有什么打包这些的技巧吗？是的，确保将任何液体或凝胶包装在透明塑料袋中，并遵守尺寸限制。对于电子产品，请确保它们易于取用，并在安检期间将其从包中取出。这是个好主意。那么登机过程呢？你对此有什么提示吗？是的，注意登机通知并聆听您的航号或组号，并确保您准备好登机牌和身份证件，以便向登机口工作人员出示。是的，感谢您的建议。第23课，听说你晾衣服有困难。嘿，安娜，我听你说你在烘干衣服时遇到了麻烦，似乎有什么问题。是的，我的衣服好像要晾干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很令人沮丧。您是否检查过烘干机中的棉绒陷阱？堵塞的棉绒陷阱会导致衣服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干燥。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我会确保清理它。但即使我把衣服挂起来晾干，它们仍然需要很长时间。你有没有试过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使用晾衣架或把它们挂在外面？这些方法可能比室内风干更有效。我还没有尝试过，我一定会试一试。但是当下雨或外面太冷时呢？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尝试使用除湿机去除空气中的水分，并加快干燥过程。这是个好主意。那么面料的类型呢？你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吗？是的，有些织物比其他织物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干燥。聚酯和尼龙等合成织物比棉花或羊毛等天然织物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干燥。有道理。那你一次要晾干的衣服数量呢？
烘干机超负荷或在晾衣架上挂太多衣服也会减慢烘干过程。给每件物品足够的空间，以允许空气流通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我会确保不要使烘干机或晾衣架超载。那么烘干机上的温度设置呢？有些织物需要较低的温度设置，以防止收缩或损坏。请务必检查衣服上的护理标签，并相应的调整温度设置。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谢谢约翰。第24课，如果我们用完了石油作为能源，我们会怎么做？嘿，安娜，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用完了石油作为能源，我们会怎么做？是的，这绝对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事情。您认为我们可以用什么作为替代方案？有许多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和水力发电，可以用来替代石油。是的，那么核能呢？你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吗？核能有利有弊，但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安全和废物处理问题，它可能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那么生物燃料呢？你认为它们可以成为石油的良好替代品吗？生物燃料，如乙醇和生物柴油，可以成为石油的良好替代品，因为它们是由可再生资源制成的。但我们需要确保生物燃料的生产不会与粮食生产竞争或导致森林砍伐。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那么地热能呢？你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吗？地热能来自地球的热量，在地热活动频繁的地区可能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但它并不是满足世界能源需求的普遍解决方案。是的，那么潮汐能呢？你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能源来源吗？是的，潮汐能来自潮汐的运动，可能是沿海地区的潜在能源，但它仍然是一项发展中的技术，有一些局限性。这很有趣。那么改用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呢？你认为这对每个人都可行吗？确实，转向可再生能源可能会有一些初始成本，但从长远来看，它可能比依赖石油等有限资源更具成本效益和可持续性。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第25课，我在外出购物时丢了钱包。嘿，安娜，怎么了？你似乎很不高兴。我想我在外出购物时丢了钱包，我似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哦，不，这太可怕了。您是否回溯了您的步骤，并检查了您访问过的商店？是的，我有，但到目前为止没有运气。你取消了信用卡并通知了你的银行吗？是的，当我意识到我的钱包不见了时，我就这样做了。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你向警方报案了吗？还没有，但是如果我没有很快找到我的钱包，我正在考虑这样做。这是个好主意。与此同时，您应该监控您的账户和信用报告，以确保没有可疑活动。是的，我一直在这样做，但我仍然感到沮丧和担心。我能理解为什么。丢失钱包可能是一种压力和压倒性的经历，但尽量保持冷静，专注于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自己。是的，我还需要开始考虑更换钱包里的东西，比如我的身份证和其他重要文件。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这也是重新评估您真正需要随身携带的东西，以及您可以留在家中的好机会。是的，而且我也想在未来更加小心的跟踪我的物品。第26课，我们需要在哪个公交车站下车？嘿，安娜，你还记得我们需要在哪个公交车站下车去超市吗？我想是公园之后的那个，但我不确定。让我检查一下地图。好吧，听起来不错。我不想错过这一站，不得不走太远。根据地图，我们需要的公交车站是公园后面的公交车站，就像我想的那样。太好了，谢谢你的检查。你还记得超市在街的哪一边吗？我想它在街道的左边，但我们可以要求巴士司机确认。这是个好主意。那么回程巴士呢？我们应该在哪一站等？我们应该在下车的同一站等，这就是回程巴士将停止的地方。好的，这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错过了返程巴士怎么办？你知道下一个的时间表吗？是的，我的手机上有时间表，下一班巴士大约在20分钟内。很高兴知道。那么公交车的频率呢？他们每20分钟左右来一次吗？是的，根据时间表，白天每15至20分钟一班。那很好。那么乘坐公共汽车的费用呢？我们需要确切的零钱，还是可以使用卡？我们可以使用卡支付乘坐公共汽车的费用，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卡，我们也可以使用现金，票价为每次2.50美元。第27课，停电时的备用能源计划。嘿，安娜，随着台风的到来，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制定停电时的备用能源计划？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应该准备一些应急用品，如手电筒和电池，以防万一。是的，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如果停电持续一段时间怎么办？您对更长期的解决方案有什么想法吗？
我们可以考虑买一台发电机，这样我们仍然可以为冰箱和冰柜等必需品供电。这是个好主意。那么太阳能呢？你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吗？太阳能可以工作，但设置起来可能很昂贵。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是一项不错的投资。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那么我们的手机和其他设备的备用移动电源呢？是的，这也是一个好主意。如今我们非常依赖我们的设备，因此确保在停电时，我们仍然可以使用它们非常重要。没错。那么烹饪呢？您对我们如何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做饭有什么想法吗？我们可以使用煤气灶或野营炉，或者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些资源，我们也可以考虑用木炭或木材做饭。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如果在寒冷的月份停电，保暖怎么办？我们可以使用毯子和层来保暖，但我们也可以考虑购买使用丙烷或煤油的便携式加热器。这是个好主意。那么水呢？您对我们如何在紧急情况下获得清洁水有什么想法吗？我们应该确保储备瓶装水，但我们也可以考虑购买水过滤系统或储水箱。第28课，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嘿，安娜，你认为谁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这是个好问题，我认为很难确定谁是最有权势的人，因为有很多人拥有重要的影响力和权威。是的，但是如果您必须选择某人，那会是谁？我不知道，也许是美国总统，还是中国领导人。这些绝对是有权势的职位，但那些拥有重要经济权力的人，比如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呢？是的，我们不要忘记媒体和技术等领域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有能力塑造公众舆论和文化。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那么拥有重要宗教影响力和权威的教皇呢？是的，还有其他宗教组织的领导人拥有重要的权力和影响力。当然。那么拥有重要军事权力的个人，比如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元首呢？是的，军事力量绝对是决定谁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的重要因素。那么那些拥有重要社会和文化权力的个人，比如名人和有影响力的人呢？是的，我们不要忘记普通人的力量，他们有能力通过集体行动和倡导来实现变革。是的，个人和草根运动肯定会产生重大影响。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记住，权力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并由许多不同的人掌握。我同意。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使用权力，
以及它是用于更大的利益还是个人利益。第29课，政府在支持贫困人口方面的作用。嘿，安娜，你如何看待政府在支持贫困人口方面的作用？我认为政府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支持很重要，尤其是在食物、住所和医疗保健等基本必需品方面。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您如何看待福利和食品券等政府计划？我认为这些项目可以有效地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临时救济，但也应该同时努力解决贫困的根本原因。是的，解决不平等、缺乏教育和就业机会等系统性问题，对于制定长期解决方案至关重要。没错，我还认为政府必须与其他组织和机构合作，提供全面的减贫方法。是的，政府、非营利组织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可以成为变革的强大力量。那么，国际援助和对其他国家减贫的支持呢？我认为政府为全球减贫工作提供支持非常重要，特别是在资源可能有限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那么，教育在减贫方面的作用又如何呢？教育对于打破贫困循环，为人们提供成功所需的技能和知识至关重要。是的，投资于教育和为所有人提供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可以对减贫产生重大影响。那么，获得医疗保健和经济适用房的情况如何啊？获得医疗保健和经济适用房也是减少贫困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们可以帮助人们在努力改善经济状况的同时，保持健康和稳定。是的，政府必须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满足这些基本需求，无论收入或社会地位如何。我同意，我们不要忘记为那些可能难以维持生计的人建立一个支持性和包容性的社会安全网的重要性。第30课，你买了我们露营旅行所需的所有设备吗？嘿，安娜，你买了我们这个周末露营旅行所需的所有设备吗？还没有，我还需要拿一些东西。你呢？这里也一样。我想我们需要一个帐篷、睡袋、一个便携式炉灶和一些炊具。是的，我们还需要一些手电筒、急救箱，也许还有一些驱虫剂。这是个好主意。那么用于储存食物和饮料的冷却器呢？是的，我们绝对需要一个冷却器。我们还应该带一些水瓶和水过滤系统。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那么野营椅或便携式桌子呢？我们至少应该带几把野营椅，一张小桌子也不错。听起来不错。如果天气变冷，保暖的衣服和装备呢？
是的，我们应该带一些额外的衣服和保暖的装备，以防万一。准备过度总比准备不足好。当然，那么登山装备呢？比如结实的鞋子和背包。是的，我们也应该带上我们的登山装备。我们还应该带上地图和指南针，以防我们迷路。这是个好主意。那么娱乐呢？我们需要为停机带来任何东西吗？我们可以带一副纸牌或一些棋盘游戏来娱乐，也许还有一些书或便携式音乐播放器。感谢您的收看，请订阅我们的频道，让我们很快在下一个视频中见面。